末法时代，佛法微弱，众生迷惘。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只有深山古刹中苦修多年的高僧才有可能触碰到开悟的门槛，普通人与解脱之道似乎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然而古籍大通智慧录中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传说，在佛法渐趋式微的末法时代，开悟者的出现将打破世人的固有认知，不是那些身披袈裟日诵经文的寺院高僧，而是一些看似平凡无奇却暗藏非凡特质的普通人。他们或将成为黑暗时代的明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身上又有着何种特征，能在众生皆苦的末法时代触碰到那终极的智慧？在佛家典籍中常有对30佛法的论述。正法时期，佛法兴盛，修行者易得正果；相法时期，佛法渐衰，修行难度增加；末法时期，佛法式微，众生难以通过常规方式修得正果。现今我们已然进入末法时代，这是古老经典中早已预言的时期。古代智者无垢大师曾在《大通智慧录》中记载，末法之时，外道横行，真法难明，寺院虽立，行存神事，僧人虽众，皮在肉亡。这段描述道出了末法时代的特点，外在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内在的精神已然消逝。无垢大师生平颇为传奇，据说他本是一位市井小民，因缘际会下得到古佛舍利，经过数十年的潜心修行，最终在一场大雨之夜彻悟。他的经历打破了传统认知，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一个没有受过正规佛法训练的凡人，能够在修行路上取得如此成就？这个问题引发了古今无数智者的探索。在《大通智慧录》的第3卷中，无垢大师详细记述了末法时代开悟者的出现模式。这些记载被历代高僧视为珍宝，却很少为世人所知。让我们先了解为何末法时代的寺院高僧反而难以开悟。传统观念认为，寺院中的高僧日日诵经，严守戒律，应当是最接近觉悟的一群人。然而无垢大师却指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末法之事，寺院多为形式，戒律沦为表象。许多僧人虽口诵经文，心却早已被俗念填满，徒有其表而失其本真。随着时代变迁，许多寺院逐渐偏离了最初的修行本意。有些寺院过度关注外在的形式建设，有些僧人沉溺于铭文力养，有些则将佛法简化为机械化的仪式。这些现象在末法时代尤为普遍，使得寺院反而成为真正开悟的阻碍。无垢大师在记录中提到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同一个人每日朗读医书却不去实践，即使将所有医书背得滚瓜烂熟，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医者。同理，
僧人若只是背诵经文而不去实修实证，即使能背诵三藏12部，也难以触碰开悟的门槛。这并非否定寺院修行的价值，而是指出在末法时代，单纯依靠传统寺院体系已经难以达到真正的开悟。那么如果不是寺院高僧，末法时代谁才能开悟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开悟的真正含义。在民间传说中，开悟常被神秘化，被描述为拥有超能力或者上天入地的本领。然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开悟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是对自我本性的真正认识，是打破无明，见到真实过程。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中写道：所谓开悟，非是神通，非是异能，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明白一切法空无自性，明白缘起性空之理。开悟者不一定能够预知未来，不一定能够移山倒海，但一定能够安住当下，明白一切现象的本质。根据这个定义，开悟是一种智慧的觉醒，而非超自然能力的获得。这种觉醒使人能够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再被表象所迷惑。那么在末法时代，为什么某些普通人反而更容易开悟呢？无垢大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末法时代的苦难与混乱恰恰成为了开悟的催化剂。他在《大通智慧录》中写道：末法之事，众生多苦，苦则思辨，辨则求道。越是黑暗的时代，越能激发人内心深处对光明的渴望。当世界充满痛苦和混乱时，某些人会开始质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而开始寻找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这种对真理的渴求成为了开悟的第一步。在《大通智慧录》的第4卷中，无垢大师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各种开悟者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不局限于特定的职业、年龄或社会背景，而是一些内在的品质和经历。首先，末法时代的开悟者往往经历过深刻的人生挫折或转折。无垢大师记载：大痛大悟，大死大生，唯有经历过灵魂层面的震撼，方能打破旧有的认知框架，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些挫折可能是失去亲人、重病缠身、事业失败等，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顿悟时刻。这些经历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迫使他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从而走上寻道之路。其次，这些开悟者通常具有强烈的独立思考能力，不盲从权威，不迷信经典。无垢大师说，真正的修行者不应执着于文字，而应领会其中精神。经典如指月之指，真理如所指之月。聪明人看月亮，愚者看手指。在末法时代，许多宗教教条已经被扭曲或者形式化，
因此能够跳出固有框架思考的人，反而更有可能触碰到真理。他们不囿于传统解释，而是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思考直接体验真理。第三，这些开悟者往往生活在俗世之中，而非隐居山林。无垢大师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真正的修行不在避世，而在入世。唯有在芸芸众生中修行，才能真正检验自己的心性。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挑战中修行，比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更为困难，但也更加真实。那些能够在市井喧嚣中保持内心平静的人，比那些需要依靠外在环境来维持心境的人更接近真正的开悟。第四，真正的开悟者往往具有深刻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无垢大师记载，见众生苦如己苦，闻他人痛如自身痛，唯有真正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延伸，才能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体悟万法一体的真谛。这种同理心不是表面的同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共鸣。它使修行者能够超越个体的曲线，感受到与所有生命的连接，这是开悟的重要基础。第五，末法时代的开悟者通常具有质朴的生活方式和谦卑的态度。无垢大师说，道在平常心，悟在日用中。粗茶淡饭足以为生，简朴衣衫足以蔽体。唯有放下对物质的执着，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人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心的修行中，而非外在的追逐。谦卑的态度则使人能够始终保持学习的姿态，不断精进自己的修行。第六，真正的开悟者往往经历过长期的自我观察和内省。无垢大师记载，观心如观江河，始见波涛汹涌，久则见水性常静。唯有持续不断地观察自己的心念，才能看清心的本质。通过长期的自我观察，修行者能够逐渐认识到念头的生灭规律，不再被念头所左右，最终达到心如明镜的境界。在《大通智慧录》的第5卷中，无垢大师记录了一个名为五行者的故事。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末法时代开悟者的特点。五行者本是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以贩卖柴米油盐为生。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懂得佛法经典。然而在一次意外中，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亲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痛苦的煎熬中，五行者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不再盲目追逐世俗的成功，而是开始关注内在的平静和智慧。他每天在市场上做着简单的生意，但内心却在不断的观察和思考。慢慢的，五行者发现，真正的痛苦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来自内心对这些变化的执着。他开始学会接受生活的无常，不再为得失而忧喜，
在与顾客的日常交流中，五行者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同理心，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人的需求和痛苦，并给予恰当的帮助和开导。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他请教人生的困惑。虽然五行者从未自称是修行者或开悟者，但他的言行举止却体现出深刻的佛法智慧。无垢大师在遇到五行者后惊叹道：此人虽不知一字佛经，却行在佛法之中，虽未曾入寺修行，却心合佛道真意。五行者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开悟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在的觉醒。末法时代的开悟者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可能是街头小贩，可能是办公室职员，可能是家庭主妇，但他们都有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中还分享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末法时代的开悟往往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写道：物有顿渐，如同月光，初见一线，渐至满圆。有人一日顿悟，有人10年渐修，殊途同归，皆可达彼岸。这意味着开悟不必是戏剧性的瞬间转变，也可以是日积月累的觉醒过程。重要的是持续的修行和对真理的追求，而非追求特定的神秘体验。无垢大师还强调，末法时代的开悟者往往不会沉迷于神通、异能，而是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他说，真正的开悟者不炫神通，不夸异能，但能安住当下，心如止水。他们的神通是能够在纷扰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他们的异能是能够在苦难面前保持慈悲和智慧。这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神奇现象所迷惑，真正的开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体现在面对困难时的从容不迫，体现在与人相处时的包容和理解。随着探讨的深入，我们不禁要问，末法时代的开悟者究竟具备哪些特定的特征？是什么样的品质和经历，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触碰到开悟的门槛？这些特征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在《大通智慧录》的最后一卷，无垢大师终于揭示了末法时代开悟者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超越了传统的修行观念，打破了人们对开悟的固有认知。正当我们以为开悟之道是如此遥不可及时，无垢大师却告诉我们，真正能在末法时代开悟的，恰恰是那些看似最平凡，却拥有特殊内在品质的普通人。这些品质究竟是什么？为何能让普通人超越高僧大德，在末法时代独得菩提？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的最终篇章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末法时代能够开悟的，不是那些远离尘世的修行者，而是深入红尘的普通人。他们具备3大核心特征：
正是这些特征让他们在浊世中反而更容易触碰到那最终的智慧。第一大特征，苦难洗礼下的破我执能力。无垢大师写道，末法时代真正的开悟者皆历经大苦大难，于苦难中破我执，化执着。世人往往避苦求乐，不知苦难恰是开悟之门，唯有亲历苦痛，才能真正理解无常，唯有失去执着，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大通智慧录中，无垢大师详细记载了一位名为空心行者的故事。空心行者本是一位富家子弟，锦衣玉食，备受宠爱。然而一场大火夺走了他的家人和财产，他瞬间坠入痛苦的深渊。在巨大的悲痛中，空心行者开始深刻反思生命的意义。他逐渐发现，真正使他痛苦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他对失去之物的执着。当他开始接受一切皆是无常的事实，并放下对亲人、财物的执着时，他的内心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无垢大师评论道，空心行者之所以能开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彻底的破我过程。失去一切后，他不再有身份、地位、财富的执着，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这种经历是寺院高僧难以体验的。高僧虽修行多年，却因远离尘世苦难，反而难以真正破除我执。末法时代的苦难成为了开悟的催化剂。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丧失、疾病的人，反而因为这些苦难而打破了原有的我执框架，看到了生命的本质。无垢大师指出，真正的开悟始于苦难中的觉醒，成于放下后的自在。第二大特征，带着移情生活的质疑精神。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中提出了末法时代开悟者的第二个关键特征：常怀疑情，不迷信权威。末法之事，真假难辨，唯有不断质疑，才能见到真相。盲从经典而不自我思考者，如同饮鸩止渴，离道越远。这里的移情并非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而是对一切教条和权威保持审慎的态度，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思考来验证真理。无垢大师解释道，真正的智慧不在书本中，不在他人口中，而在自己的体验中。经典只是指引，最终还需自己走过那条路。在《大通智慧录》中，无垢大师记载了一位名为问道者的故事。问道者曾拜访过各大名山古刹，聆听过众多高僧的教诲，阅读过无数经典，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质疑的态度，不盲从任何教导，而是将这些教导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检验其真伪。最终，问道者悟出了自己的道路。他发现真理不在远方，而在眼前；不在经典中，而在日常生活中。无垢大师评价道，
问道者能够开悟，正是因为他具备了移情的品质。他不盲从权威，不迷信经典，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找到了真理的所在。在末法时代，许多传统教义已经被曲解或形式化，盲从这些教义反而会误入歧途。只有那些保持独立思考、不断质疑和验证的人，才能在迷雾中找到真理的光芒。无垢大师强调，末法时代的修行者应当以移情为师，以体验为证，方能见性开悟。第三大特征，在芸芸众生中修得涅槃心。无垢大师揭示的第三大特征最为关键，末法时代的开悟者必须在芸芸众生中修得涅槃心。所谓涅槃心，就是在纷扰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在痛苦中体验平和，在变化中见到不变。这种心境不是逃避红尘而得，而是直面红尘而悟。在大通智慧录中，无垢大师详细记载了一位名为释景禅师的故事。释景禅师是一个普通的小商贩，每天在市场上卖着简单的商品。他没有剃度出家，也没有长时间的闭关修行，却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修出了非凡的智慧。释景禅师在嘈杂的市场中安住当下，在与顾客的讨价还价中修习忍辱，在商业竞争中体悟无常。他既不逃避世俗生活，也不被世俗所困，而是在世俗中找到了超越世俗的智慧。无垢大师评论道，释景禅师之所以能开悟，正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修出了涅槃心。他的开悟不是远离红尘后的结果，而是直面红尘时的顿悟。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方式，比起寺院中的闭关苦修，反而更契合末法时代的修行之道。在末法时代，真正的修行不在于逃避世界，而在于直面世界；不在于躲避烦恼，而在于转化烦恼。无垢大师强调，末法时代的开悟者既不执着于世俗，也不厌离世俗，而是在世俗中超越世俗，这才是最高的修行境界。三大特征的交汇，普通人成就非凡道路。当这三大特征在一个人身上交汇时，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能在末法时代触碰到开悟的门槛。无垢大师解释道，苦难洗礼破我执，移情精神明真理，红尘修得涅槃心，三者具足，凡夫即佛。这三大特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行体系。苦难的洗礼让人破除我执，质疑的精神让人明辨真伪，日常的修行让人获得内在的宁静。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真正的开悟。无垢大师特别强调，末法时代的开悟者往往不以开悟为目标，他们只是在生活的苦难中寻找出路，在困惑中寻求真理，在纷扰中寻求宁静。正是这种不刻意追求的态度，
反而使他们更容易触碰到开悟的门槛。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的末尾，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些在末法时代修行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简单实用，适合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首先是觉知修行法。无垢大师指导，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保持觉知的状态。吃饭时觉知食物的味道、质地和气味；走路时觉知脚步的轻重和身体的移动；与人交谈时觉知自己的情绪和对方的反应。通过持续的觉知，逐渐培养出安住当下的能力。其次是苦难转化法。无垢大师建议，当遇到痛苦和挫折时，不要急于逃避或消除这些痛苦，而是直面它们，观察它们，理解它们的本质。通过这种观察和理解，将痛苦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将挫折转化为智慧的催化剂。第三是移情修行法。无垢大师教导，对一切教条和信念保持审慎的态度，不盲目接受，也不全盘否定，通过自己的实践和体验来验证真理，通过持续的探索和反思来深化理解，保持不知的心态。这种不知不是无知，而是超越知识的开放心态。第四是红尘修行法。无垢大师强调，不要逃避世俗生活，而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修行的道场。在工作中修习专注，在人际关系中修习慈悲，在困难中修习忍辱，在成功中修行不执着。通过这种方式，使修行与生活融为一体，而非分离的两个领域。第五是内观修行法。无垢大师指导，每天抽出一段时间，安静地观察自己的身心状态，观察念头的升起和消失，观察情绪的波动和平息，观察身体的感受和变化。通过这种内观，逐渐了解自己的内在运作机制，看清自我的本质。末法时代开悟的真正意义，在《大通智慧录》的结尾，无垢大师深刻阐述了末法时代开悟的真正意义。这种理解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框架，指向了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觉醒。无垢大师写道，末法时代的开悟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不是超越人性，而是完全实现人性；不是获得神通异能，而是获得内在的自由和平静。在末法时代，开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圣体验，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触及的生命状态。无垢大师强调，每个人都有开悟的种子，每个人都有觉醒的可能。末法时代虽然充满挑战，但这些挑战恰恰成为了觉醒的催化剂，使得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触碰到最深刻的智慧。无垢大师最后总结道，末法时代谁能开悟，不是那些远离尘世的高僧，而是那些直面生活在苦难中成长，
在质疑中探索，在平凡中修行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身份，或许没有渊博的知识，但他们拥有破我执的经历，移情修行的精神和红尘涅槃的能力。正是这些特质，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混乱和苦难的时代，触碰到那最终的智慧，实现内在的解脱和自由。除了上述的三大核心特征，无垢大师还特别提到了末法时代三种特殊人群的独特修行路径。他们虽然看似与修行无缘，却因其特殊的生命体验而具备了开悟的潜质。第一种是忙碌中的修行者。无垢大师指出，在末法时代，很多人被工作和生活的琐事所困扰，看似没有时间修行。然而正是在这种忙碌中，他们有机会修习最真实的忍辱和专注。当一个人能在忙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觉知，这已经是很高层次的修行。无垢大师记载了一位名为市侩圣者的故事。这位商人每天奔波于各种交易，看似完全沉浸于世俗利益中，然而他在商业活动中修习了最深刻的无常观和不执着。每一次交易的成功与失败，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世事的无常。每一次人际关系的变化，都让他明白执着的虚妄。最终，他在忙碌的商业生活中获得了内在的自由和智慧。第二种是痛苦中的修行者。无垢大师强调，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疾病、丧失的人，往往比一般人更容易触碰到生命的本质。痛苦使他们看清了世间的无常，打破了原有的执着，迫使他们寻找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无垢大师记载了一位名为病床悟道者的故事。这个人因重病卧床多年，起初充满怨恨和痛苦，然而随着病痛的持续，他开始深入观察自己的身心反应，逐渐看清了痛苦的本质。他发现，真正使他痛苦的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对健康和正常生活的执着。当他放下这种执着，接受当下的状态时，他的内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甚至在病痛中体验到了深刻的喜悦和自由。第三种是疑惑中的修行者。无垢大师指出，那些充满疑问、不断探索生命意义的人，往往比那些自认为已经找到答案的人更接近真理。正是在不断的疑惑和探索中，他们逐渐接近生命的本质。无垢大师记载了一位名为常问者的故事。这个人从来不接受现成的答案，无论是宗教教义还是世俗智慧，他都保持怀疑和探索的态度。他阅读各种经典，拜访各种智者，但从不盲目追随。正是这种持续的疑惑和探索，使他最终超越了所有现成的框架，直接体验到了生命的本质。在揭示末法时代开悟者的特征和修行方法的同时，无垢大师也警示了修行中常见的误区和陷阱。
这些陷阱使得许多修行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第一个陷阱是形式主义。无垢大师警告，末法时代的许多修行者过于注重外在的形式，如特定的服饰、仪式、姿势等，而忽视了内在的转化。这些外在形式虽然有其象征意义，但如果没有内在的实质，则成为空洞的表演。第二个陷阱是神通崇拜。无垢大师指出，很多修行者迷恋于特异功能和神秘体验，将这些视为修行的目标和验证。然而，这些现象即使真实存在，也只是修行路上的副产品，而非终极目标。沉迷于神通反而会偏离真正的修行道路。第三个陷阱是知识执着。无垢大师强调，过度追求理论知识和概念理解，反而可能成为修行的障碍。很多人阅读大量经典，掌握复杂的理论，却没有真正的体验和实践。知识如同地图，虽然必要，但仅仅拥有地图并不意味着已经到达目的地。第四个陷阱是极端主义。无垢大师警告，一些修行者走向极端的苦行，有些则沉溺于极端的享乐，都偏离了中道。真正的修行既不是自我折磨，也不是放纵自我，而是通过持续的觉知找到平衡的生活方式。第五个陷阱是自我陶醉。无垢大师指出，一些修行者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开始自以为已经开悟，产生强烈的自我陶醉。这种自我陶醉恰恰表明他们还远未开悟，因为真正的开悟是超越自我的体验，而非强化自我的过程。与高僧大德的差异，为何寺院修行在末法时代效果有限？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中详细分析了为何末法时代的寺院高僧反而难以开悟，而普通人却有更多可能性。这个分析打破了传统的修行观念，为现代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首先，无垢大师指出，寺院环境相对单纯，缺乏真实世界的考验。他写道，高僧在寺院中远离红尘，虽然避免了许多诱惑和干扰，但也失去了检验修行成果的机会。真正的修行不是在平静环境中的表现，而是在复杂环境中的表现。普通人面对的家庭、工作、社会关系等挑战，恰恰是最好的修行道场。其次，寺院修行往往过于强调戒律和形式，而忽视了内在的转化。无垢大师指出，末法时代的许多寺院已经沦为形式主义的场所，僧人遵守戒律，恪守仪式，却可能忽视了修行的本质，内在意识的觉醒和转化。而普通人虽然不受戒律约束，却可能通过自发的内在探索触碰到修行的本质。第三，寺院高僧往往受到传统教义的限制，难以突破既有框架，
无垢大师强调，很多高僧深受特定宗派教义的影响，难以跳出这些框架进行全新的探索，而普通人反而因为不受这些限制，能够更自由地探索和体验，从多元的角度理解生命的本质。第四，寺院生活可能导致依赖和懈怠。无垢大师指出，寺院生活相对稳定，衣食无忧，容易产生安逸和依赖的心理，而普通人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反而更容易保持警觉和精进的状态，这种状态更有利于真正的觉醒。第五，寺院高僧可能缺乏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适应。无垢大师强调，末法时代的社会变化迅速，充满各种新的挑战和问题。寺院高僧如果无法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其教导就难以真正帮助现代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人，恰恰因为直面这些挑战，更能找到适合当代的修行方式。在大通智慧录的最后部分，无垢大师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简单而有效的修行指南。这套指南不需要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首先是早晚静心法。无垢大师建议每天早晚各抽出10至15分钟，安静地坐着，观察自己的呼吸和念头，不要试图控制或改变什么，只是保持觉知和接纳。通过这种简单的练习，逐渐培养出内在的宁静和觉知能力。其次是日常正念法。无垢大师指导，在日常活动中，时常提醒自己回到当下，觉知自己的身体感受、情绪变化和思想活动。无论是吃饭、走路、工作还是与人交谈，都尽量保持这种觉知的状态。这种练习将帮助你打破自动反应的模式，增强对当下的体验能力。第三是苦难观察法。无垢大师建议，当遇到痛苦和困难时，不要立即逃避或反抗，而是尝试观察这种痛苦的本质，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在身体和心理上有什么表现，它是恒常的还是变化的。通过这种观察，你将开始理解痛苦的真相，并找到超越痛苦的方法。第四是无常体验法。无垢大师指导，时常提醒自己生命的无常性，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思想的变化，观察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通过这种观察，逐渐减少对恒常的执着，增强对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五是慈悲修习法。无垢大师强调，有意识地培养对他人的理解和关怀。当看到他人的痛苦时，尝试从他们的角度理解这种痛苦，并升起真诚的同情和帮助的愿望。这种修习将帮助你超越自我中心的局限，体验与他人的连接。在大通智慧录的结尾，
无垢大师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末法时代，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开悟？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修行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很容易产生误解或自欺。无垢大师首先澄清，真正的开悟不是一种特殊的状态或体验，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清晰认识和理解。它不是情绪上的高峰体验，不是神秘的视觉或声音，也不是超自然的能力。它是一种持续的清醒和觉知，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直接体验。无垢大师提出了几个开悟的征兆，这些征兆不是形而上的神秘体验，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表现。第一，对生死的超越。无垢大师写道，真正开悟的人既不恐惧死亡，也不执着生命。他们明白生死只是形态的转变，而非存在的终结。这种理解使他们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同时充分珍惜每一个当下的生命体验。第二，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无垢大师指出，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开悟者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由。这不是情绪上的麻木或冷漠，而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平衡状态。开悟者能够感受各种情绪，但不被这些情绪所控制。第三，对他人的深刻理解和慈悲。无垢大师强调，开悟者能够深刻理解他人的痛苦和困境，并自然升起慈悲和帮助的愿望。这种慈悲不是基于道德观念和责任感，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对万物一体的直接体验。第四，当下的活力和创造力。无垢大师指出，开悟不是退缩到某种超脱的状态，而是更加充分地活在当下。开悟者往往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因为他们不再被恐惧、执着和自我怀疑所困扰，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当下的活动中。第五，简单而满足的生活。无垢大师写道，开悟者通常过着简单而满足的生活，不被物质欲望和社会地位所驱使。这不是刻意的苦行，而是自然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内在的丰富和满足，不再需要通过外在的获取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无垢大师最后总结道，末法时代的开悟者不是那些宣称自己已经开悟的人，而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超越二元对立，内心平静自由，充满慈悲智慧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不会谈论开悟，甚至不会将自己视为修行者，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已经体现了最深刻的佛法智慧。无垢大师在《大通智慧录》的最后写道，末法时代虽然充满挑战和苦难，但恰恰是这些挑战和苦难为普通人提供了开悟的契机。当黑夜最深时，黎明就要到来；当苦难最重时，觉醒的种子就会萌芽。在这个表面上
充满混乱和痛苦的时代，实际上隐藏着无数的开悟可能。那些经历过苦难洗礼，保持质疑精神，在红尘中修得涅槃心的普通人，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希望之光。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街头的商贩，可能是办公室的同事。他们没有特殊的身份和装束，没有华丽的修行场所，但他们的内心已经触碰到了那最终的智慧。末法时代的修行不是远离这个世界，而是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不是否定人性，而是完全实现人性；不是追求神通异能，而是追求内在的自由和平静。每个人都有开悟的种子，每个人都有觉醒的可能。无论你的身份、背景、经历如何，只要你能在苦难中成长，在质疑中探索，在红尘中修行，你就有可能成为末法时代的开悟者，成为这个时代的希望之光。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在红尘中修行。世间万般经历，皆是修行路。真正的修行是在红尘炼心，不着香也不执着，活出自性本自具足的圆满自在。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